院士，还有科技部长官，因为次长好像不在，还有各位，哎，是啊，抱歉，我有点年纪，眼睛看不太清楚。是，那我这边要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沙克尔顿计划啊。在讲之前，我刚听院士一席话，我觉得非常的那个振奋就我可能做了很多院士讲的学者有问题的，这都是大概都我这边真的。那所以我希望这个能够改变一下院士对我们国内的研究的一些看法啊。那我们这个计划是一个辅导型的计划啦。那我刚刚听前面2位的报告，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准备的内容准备错了，真的因为辅导型我的印象中是要辅导年轻的一些学者嘛，但是我听到全部都是研究那我这边没有放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待会不要用研究来修理我我是按照科技部的标准，就是辅导年轻的人所以才会对院士的那些说法，我非常的注意，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把学生带好，因为学生要比老师好。我记得要青出于蓝下一个对，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主要的那个主持人有3位那个灯光是哪一颗啊？灯光是第一颗。第一颗是灯光。OK 这 OK 好，所以应该是对不起不太会操作好，那我们团队这个来自各地四方都有，抱歉因为我今天有点感冒所以那个声音听起来比较甜美一点好，那我们的主要团队，因为沙克尔顿的辅导型的重点是希望用资深的老师来带比较年轻的老师嘛所以我们找了就是我们团队的3个比较资深的老师对，我想说身体这个东西基本要求大概在我们电资的领域里面我大概就多少有一点分量就国际上有点分量，因为这叫国际接轨所以我们3位都是 IEEE 的 Fellow 那我目前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标码的成员我们既然叫千里马千里马那就希望说我们这5匹马，它现在还是标马，但我希望能够长大变成一个千里马所以这是各个。那我们这边也有私立大学，有国立大学。那我想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把私立大学带上来，这个应该才是我的目标。又回到刚刚院士提了老师要把学生带好，那一样我们老师在公立大学里面把学生教好这件事情，其实不太是我们的功劳了但是你可以把后段的学生教上来才厉害。所以私校如果我可以把王教授变成 IEEE Fellow 的话，应该就有不付这笔钱了。因为院士还提到不要辜负纳税人的钱院士讲的话我都有在听好像他们好，那这个是科技部给我的功课必须照这个那我当初看到这个我也有点头痛因为所以我就自己解释这个标杆能量是给突破型看的那我辅导型应该就做前面这几个，但是我又怕因为我印象中科技部给的钱很少，但是都是包山包海，所以我还是有准备了一点跟这有关的，但是量不多，所以跟前面比起来大概是没什么量真的那今天是午后啦，就是大家笑笑可能比较好玩一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 logo 了那你看到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这个是我们请设计师帮我们设计的所以这边看到我们主轴是叫做自驾车啦，因为我自己是控制学门的召集人那我手上有一个那个自驾车的一个专案我是专案的召集人负责人所以我们在科技部这边想推动自驾车的那个几个重要的事在我这边做，所以我们大概几个自驾车上面需要用的东西，大概就像是我们主要是跟 SMC 的那个学会这边会跟 SMC 学会是因为我自己是 SMC 学会的啦那我也是这边的 ITS Technical Committee 的 Chair 啦。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清楚，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一些人脉也多半在这边，所以我们希望说有机会把这5个标码能够跟国际链接，除了这个学会以外，刚好可以往外扩散但这里因为我们就认识的比较多一点那这个车底下不外乎就是 AI 啦、5G 啦，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的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说，那我们成员里面就我们要刮别人胡子之前，先刮自己嘛以免我们5位那个成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我们几位成员是这样就是这个成员最重要是李祖天教授，他其实是我老师啦。那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其实刚刚院士也有提到叫传承因为我的老师是让他教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个计划本来应该他当主持人但他就传承，他说该你要来负担一下。我说但是我负担应该好了那在我们这个年纪里面，老师说什么都是使命必达，不像现在的学生，现在在骂学生对不对
不过在座老师一定有经验嘛，现在学生你打电话实验室谁接电话谁就倒霉嘛，他在后面骂你说为什么我要接电话，所以你打到实验室都没有人接电话嘛，对不对？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有切身之痛，所以我实验室都没有交大电机的学生，因为都是外面的人来，因为他还不知道状况，他被骗，他就进来。好，那我们刚开始就老师是在97年拿到 Fellow， 那我也是经过他的推荐跟 promote， 就其实我们老师在做的事情就是沙克尔顿在做的，就一个一个让他拉上来，是吧？那所以我也在12年的因为我做那个台湾第一部那个自驾车啊，所以因为那个东西去拿，所以我头发白也是因为那样关系，不知道怪不怪我老师这样的情况。好，那黄友平教授的话，他在去年这跟我没关系，这也是我们老师把他拉上来了。他应该说今年正式变得 IEEE 的一个 Fellow 啊。那5位标码人员，他刚开始也不会太注意这个，所以我会请他说你一定要赶快去申请那个 Senior Member， 所以有2位已经申请到 Senior Member，3个还在申请中啊。那我们黄友平教授也是非常厉害啊，对，他有 SMC， 因为他参与的蛮深的，所以他也是 BOG 啊，他是这 BOG 里面的 member 啊，从2019年从去年开始啊。好，那因为我们多半都在 SMC 的学会里头，所以我们其实每年都有一些 special section， 就做一个学者要去参加会议，参加这个组织这个基本的责任我们都有做到了哈。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样哦，因为我们在 SMC 学里面有一个叫做 ITS 的 Technical Committee 哈 ，ITS。那因为李祖坚教授在我们交大的大概在2000年左右有执行一个教育部的卓越计划，那个卓越计划就是做 ITS 里面分人车路中心啊，所以他当时就把车的东西交给我啊，所以后来我们在这边有做那这个 Technical Committee 也是李教授所成立的啦。所以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交给我来处理。那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转给我们黄友平教授。那你也可以注意到，就他2018年的接这个案子，他2019年就得到 Most Active TC Award， 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些时候主持人还是不一样，还是会有差的。在2011年到2018年这7年间，我一事无成啊，但是一交给他，马上就中奖啊。那这里我们还有共同团队啊，就我那个彭兆伟教授是 co-chair 哈，他们2个蛮不错的哈。好，那当然我们这边大概也都是这些什么 associate editor 啊哈，然后这个我就大概简单介绍，到多半这个学者就那我们目的是希望说我们在这边有一些那个。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像以后看有人机会可以把他推荐了，大家当 associate editor 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这5位标码人员其实都在现场啊，5位标码人员请啊，多注意一下，这是我们的 KPI 之一啊。到时候明年科技部来问我说我答不出来的话，我就认了。好，那这个是国际交流上面，这是已经做到的国际交流了哈，就我们那个。就是我啦这边了哈，有 General Co-Chair 啦，或者这个太细了，我大概列一下。那黄友平教授的话有这个一大堆了哈。好，那但是这是过去式啊，那原来未来是我们有在规划哈。那像因为沙克尔顿计划是从去年的8月开始，到现在其实大概就差不多半年时间。这半年时间其实我们积极在做一些事情了哈。那这个本来应该放最后一页，不想放到这里来，因为就顾虑到嘛，就除了辅导以外，你还是要有一些研究的成果。那我知道最近科技部比较像经济部啦，啊，他比较想要看到钞票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也不列那些细节，因为我这边可以列出一大堆计划出来，但是各位也没兴趣看。科技部只想看到这个数字，我就直接把你列出来这数字啊。那一定会有人说啊，你的碰红，你半年怎么可能这么多？因为刚好签约是在8月1号以后。那是这样哈，就我们在这半年之间里面哈，其实老实说也没办法做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呢？就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接了那个中华民国系统学会的理事长，那这个学会哈，这系统学会呢，我们一直 always 有一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所以我想说，那刚好有执行这个计划，是不是有机会给他做一些连结哈？所以我那又要希望说能够培养这个优秀的学生啊。那我们可以发觉说，在国际上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人，他多半都早就会跟国际的社会那个去做 contact。我想这也是沙克尔顿的精神之一啊，就早跟国际界。所以既然我需要办这个国际活动，我们叫做 ICSSE 啦，就 Syste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啊。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那个标码的成员就一起来参与哈。那刚刚说过，我觉得私立学校需要更多的磨练。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老师哈，他自己亲自来指导，我就跟他讲你要好好学哈。所以李教授跟王坤健王教授，他就拜访日本的冈山大学跟香川大学，完了看 ICS 有什么合作的主题可以办。我明年应该变今年的，今年会在日本的办暑假会在办这些东西哈。那希望能够做一些会议的亮点。那这个第二个部分呢，邀请自驾车的学者詹启豪这个教授来这边，就是讲这个是我们本来就想邀了哈但是刚好啊，这个是那个特殊任务，这是奉科技部陈良基部长之命。他来问我说，认不认识詹教授？我说有数面之缘，给我邀请来，好，那邀请来，所以我就赶快邀请他过来这边。所以到后面会有这詹教授来的话，是我们是高立仁教授来负责，高立仁教授是我们这边团队的成员之一。我说那接待这个国际贵宾也请他来帮忙，所以他负责所有的这些事务哈，跟国际学者的互动。那我们这边有办了2场比较大学重要的一些 AI 跟自驾车的一个 keynote 啊。那同时呢，他也来我们交大的 AI 研究中心来做访问啊，因为我们交大 AI 中心的话，它的 focus 在车子这一块啊，我们做的 V2X 的这部分，所以我也请他来我这边来做一些交流啊。那同时也去台南这边去拜访啊，为台湾自驾，这是科技部一个重点的一个计划，因为台湾现在自驾车想要起来，要有一个测试的场域，所以科技部就在台南的沙仑这边有做一个叫台湾自驾车实验室。那这个场域，因为这新的东西，还蛮新的观念了。昨天还在审查他们的那个今年的计划啊。那所以说，那这一块呢，请他们来做一些技术指导，就希望不要我们做的东西跟国际上面的一些那个拖太多的。那因为我们台湾有台湾特殊的一个限制的条件，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一搏哈。最起码我们台湾那个你如果拿国外的比如维摩车够厉害了吧？好，那他敢不敢到台湾来试开看看啊？突然间会跑出一个脚踏车出来，又有一个摩托车在那边。后来发觉说台湾的车也不够厉害，要到越南去开看看。所以本来我一直觉得台湾能够开，全世界都能开，现在保守一点，好保守一点。不应该说台湾能够开90%的世界地方都能开这样啊。那我们也有安排哈，这是那个科技部的那个许次长来主持的哈，就要跟我们的那个几个团队自驾团来做一些学术上去的一些交流。那在这个过程，我真的学到蛮多东西的哈，所以就跟国际的大师来联络，其实非常有必要啊。好，那这个就我们当然不能用口说的评论，因为有图有真相嘛哈，所以马上就把照片拿出来啊。啊，那这个很细了哈，我想说，主要就是这个是到日本这边去哈，所以我那个李教授跟我们的那个李教授了哈，但是王教授哈，所以有跟这些日本的一些学者哈，工学部啊，我们就拜访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啊。那这边也是哈，你讨论这个 ICSC 的一个筹办的事情啊。好，那。在日本的那这边也是哈，我们这边有个 ICSC 哈，就有 Call for Papers 也都出来了哈。那王教授因为请他负责这一块哈，所以他也负责我们系统学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啊。我想说借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多磨练了，其实是他多磨练我多轻松一点。好，那这个是请这个詹教授来我们这边哈，詹教授这个。就伯克莱的詹教授来这边，那他是 PASS 的计划的一开原始的那个主持人之一啦。那 PASS 计划在加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计划嘛，现在还在执行啊。那因为他在 Berkeley 这边那个他那天跟我分享就分享很多 Berkeley 的一些想法啊。好，那这个我来啊，这是当天在北科大的时候啊，我那个当天也是座无虚席了哈。那天聊，那个谈完以后，总要去吃个饭，吃完饭就碰到姚次长啊，那个姚立德那个教育部的姚次长啊，因为他是以前是北科的校长嘛哈，所以我们吃完就有幸在这边再拍一张照片啊。好啊，这是到成大去的时候啊，成大那边有个 keynote 在那边啊，那讲的题目是 autonomous vehicles challenging the opportunities 啊。那是蛮好的，因为现场的那个回应也蛮多的，照片是一大堆了，但我这边放太多照片就没什么意思啊，那个是这在场外的。那同时我也到那个就是那个沙仑的场域里面去。那你看这些那个詹教授在这边啦，这个没有头发的这个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了哈。那这些都他们问了蛮多的问题哈。就我虽然是这个计划的审查委员之一，但是可发现他们真正执行面上碰到很多。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所以那詹教授也都一一慢慢分享他的看法了，他不一定能够提出解决方案出来，因为毕竟台湾跟美国不太一样，但他有一些想法，或者他会讲伯克利他碰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做的啊，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这个机会啊。但是啊，这是 ARTC 他们的 ARTC 他们的车子哈，那詹教授也有上去试坐看看哈。啊，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是部长邀请来的，所以最后还是要跟部长碰个面啊。所以部长在那边碰个面，那当天我有很多人哈，部长邀请来，部长不在这里哈，所以可以说一下他的坏话这样。其实不是，因为他太忙了啦，就他邀请他来，本来今天的规划是在这边跟他座谈个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啊，后来他大概跟他这边大概就10几分钟吧，好，因为他那天又临时有事情。不过他还是有专程再跑下来跟詹教授致个意，然后有沟通。我看他们俩沟通得很好，我在看他们俩在讲悄悄话，所以我就躲旁边去，知道吗？到底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不会把我的话转给部长吗？好，那这个再来就刚刚讲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啊，一个跟国际学会的一个筹备。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邀请国外的，那我们当然不会只邀请一位了哈，但是因为我们后续还会陆续有，但是说现在只有半年的时间，我先请了他过来。那在我们原先计划规划里头，本来就会邀请很多国际的学者来，还有我们的团队会到国外去做 communication 哈，所以我们就把那个5位标码里面，他这段时间做的东西，我大概整理一下，就表示说我们也是有做一些研究啊，但是我的整理可能就不像前面2个他们整理的非常的完整啊。那我这边就是整理一下他们所做的一些成果，因为我一直觉得科技部可能要的东西不会要的那么细节，他可能要说亮点在哪里，有没有产业效应，所以我要求他给我写亮点，写产业效应啊。所以里面的原理什么我这边都没讲，我想说这时间可能不适合讲那一块，但是我把他们都带来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找他们就可以了，这样哈。所以他们就坐在下面。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想问更细节的内容的话，啊，那也可以来这边来互相交流一下啊。好啊，这是那个王坤金教授啊，这是他的那个 senior member 的一个证书啊。好，那因为他在私校嘛，私校的话对他来说，他要参加这些培养学生的这些培养人才嘛，培养人才一般私校老师大概很少想要去带学生去参加比赛的、啊，因为干嘛那么累？因为他招生可能就累死了。那我这个学生他在私校那边大概什么组都做过了吧，生根啊、招生什么的全部都做完，系主任也当完，他现在只差没当院长而已这样。所以他是也带领这种经济部抢先计划啊。对，实际上你要看这个奖虽然小，但是对这些这个私立学校的学生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啊。所以我一直鼓励他说，你就去给我玩这些东西。所以因为他表现很好，所以他也拿到那个科技部的那个奖励优秀的人才。因为私校的名额都不多了啊，他其实在这块做了，他在培育人才方面啦，还有在那个创意的啊这些东西，他也带 AI 嘛，那你知道那个科技部的，他是实践大学，那些学生其实不太懂什么叫 AI，所以他自己要先去玩，他玩那些平台 AI 的，不管是 NVIDIA 的平台啦，还是一些小的平台。那玩平台以后，他一个一个带学生的，啊，做一些这些学生其实还蛮感激他的啦啊，但是也蛮累的。不过话说这也没什么特别，因为我们实验室都这样训练的，所以这样的实验室出来的学生大概都吃苦耐劳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对另外附的，我特别放在这里，因为他去日本也做一个 keynote 哈，跟那大学的讲那个来做一些 keynote 哈，这也是在啊，这个是他的研究之一哈。那这个做研究这个，因为他在我那边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主要是在语音这一块啊。当然毕了业以后到那边做研究，也开始跨过做一些那个 image 这一块的东西。那简单讲说，那他这边做的这是用 OBD2 啦哈，就那个各位知道看那个车子里面要抓车子的资讯啊，一般都用那个嘛哈，都用 OBD2 去把里面的资讯把它拉出来。但拉那些不够啦，因为他这要做驾驶行为啦，驾驶行为现在多半的都会有的语音啊，像看那个讲话那样是不是像有点疲累的样子，或者是用影像去看，所以它是结合了语音跟视讯，比如说人体本身会造成的疲劳，跟车子本身的车况的话，两个整合起来去做的这个研究了哈。这个研究对目前来讲，当然它还没有做完了哈，但是这个方向基本上是还蛮 OK 的啦。我们申请的加创计划里面也是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只是我没有拿 OBD2 的东西了哈。那因为人开车的时候，脸部的这些特征是有啊，所以它这还再多一个语音的特征，做的其实比我还好啊。好，
那这块东西，这个是这个案子是当初那个案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是我就交给那个坤庆了哈。这个是这样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这是那个道安计划哈，就那个道安办公室，就是交通部的道安办，他希望在各县市上面哈，能够提 ITS 的亮点。那个，但他们发觉说有一个状况是这样。经常在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不就是违规红绿灯啦，要不然就是不小心会不会有很多意外都发生在人或者十字路口的地方。啊，就他说有没有什么科技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帮忙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好，那这解决这个问题呢？后来后来那个道安汇报那边是有来找我啦。那我是想说，那我就问坤庆说，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亮点在于说，第一个我希望说做的东西有没有机会可以落地啦，啊，就不要都在实验室里面弄出来，因为实验室里面做什么这些辨识啊什么之类，这个现在 AI 做这种太容易了，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你如果把摄影机摆到室外去弄的，那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要做就做一个深入一点的东西，就我是刚刚讲说，技术不需要到非常非常伟大，但是要能用啊，因为我们学者这边可能容易碰到东西，我们做了很多伟大的东西，但都不能用啊。我这样讲太过分了啊！所以我就跟他说，后来他们就是直接跟了高雄市的那个交通局哈，因为他们可以提供场地，所以这边都在高雄市的交通局去弄啊。那这边有些我们行人闯红灯啊，机车要做蛮多东西的。这个案子应该是一个3年的案子，他们已经谈到可以，然后连那个施工单位都有了。到时候摄影机要架子嘛，需要施工单位。其实这案子在进行中蛮不错的啊。那这个是实际上我希望能够做得出来啊。当然现在还没有做完啊。那这个是要用 NVIDIA 的一个嵌入式平台啊。那因为这是公机构的部分呢，这个可能还没有考虑到那个 cost down 的这一块，而且 cost down 的东西一直不是我的脑袋里面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台湾可能 OEM 久了，想了每件事情都是 cost down， 从来不去想 value up 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说你这边做，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成本上也还好，你如果 NVIDIA 才能够解决，没问题，就 NVIDIA 你可以做3年后，你要再做 cost down 都可以，那时候可能更 cheap 的 AI 平台可以做了。这时候你需要，但是这里最好不要把 PC 摆进去啊，因为 PC 在这种什么都不耐热，那你摆工业电脑那就有点夸张。因为如果摆工业电脑，我觉得秀不出你的伟大的实力出来，所以我是建议他们就用嵌入式的一个平台去做啊。好，那第二个陈彦礼其实也是我的学生啊，他是北科大的教授。那他做的这一块东西是讲，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那个要做那个交通的一些物件侦测啊，那大家可能会什么 MobileNet 啦，什么 Yolo V3啊，什么那时候胖得不得了的东西啊，一样，如果考虑要用的话，第一个轻量化很重要，但是你把它轻量化的结果呢，辨识率就变差啊，所以变成你轻量化是应用上面一定要做到的目标。但是你怎么样不要降低你的辨识率，而且要好用啊，平台上可以送。那陈彦礼教授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哈。然后他这个，因为他在做车载平台这边他做得蛮不错，所以可以直接移到车载的平台。他这边有跟几个大的公司有做技术合作了，但他跟我讲说公司名字不能讲哈。好，但是这个播出来应该没关系啊。好，那这个是比如说他做了一些自驾车的一些跟这个自动化有关的东西啊，还有跟这个啦，这是他们是跟东元可以讲吗？我看不到他就算了，就讲出来了啊。所以这边做了合作哈，这个是做个那个虚实系统啊，把虚拟的状况跟实际的状况，这是马达控制的部分了哈。因为我们自驾车上还需要弄到马达控制，所以他把虚实的系统 realize 在这个平台上头啊。那因为这他们做的东西，我可能没办法讲到那么 detail 了哈。那一样，因为我都把人给带来了，冤有头债有主，可以找他们哈。那但是我当时想就你要把产业的效益拿出来哈，所以这个系统上是个用在网页的建制哈，让驾驶人相关的可以很快达到重要的资讯啊，在这边哈。好，哦，他另外还做一个，这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侦测这个马达在运转的时候。这个他可以，他们这样 AI 的技术可以更早知道这个转子的一个平衡力，那个是有没有达到他要的目标。这是东元提出来一些规格。东元他们当初的痛点在于说，他们要算这个转子的动平衡的时候，他们不好算啊。他在透这个 AI 的演算法进去，可以提早在1/4的时间可以 detect 出这个东西出来。那对东元来讲，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贡献。好，
蒋新汉教授他做的他也是我学生啊。那他做的这块一样也是不能讲啊，就他们都做那种不能讲的那种。那但是这个已经落地了哈，这套是已经跟那厂商已经实际合作，已经技术也移转给他们了。就是真的是在一个里面做。各位可以看到说，一般来讲这种 AGV 的 AGV 也听了很多了嘛，它会用的技术不外乎都是这些嘛，导航啦、SLAM 啦这。但是同样的 SLAM 你用在那个外面车子 SLAM AGV 的 SLAM 这个其他用的绩效不太一样，特别是用太快，还剩几分钟。5分钟好，因为这个字太快了，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已经可以拿来用了，哎，他已经写出来了哈，所以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他已经写出来。好，那当然我想说这个主要是把无人搬运车把它实际拿来用。那这个是自驾车里面很多的技术，其实是应该这么讲的。我们当初做自驾车是在这外面跑，那但是当时可能我们大概是在2002年那时候进入这个领域。那可能那个 Google 那时候有在做不讲而已吧，哈，因为 Google 是最近开始讲，所以那我们台湾有个特色，就是国外不做的，台湾人就不能做哈，因为当你跟讲说这种重要之后，没有人相信这是重要的东西。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做那东西，有跟玉龙讲说这东西你们有没有什么兴趣？当然没有啊，那因为没有产值嘛，但是我们有劝他，我劝是打引号的啦哈，我们根本劝不动人，我就有建议他说是不是玉龙既然号称是台湾的。在座没有玉龙的吧？哈，就既然玉龙是台湾的唯一的车厂，那领导技术是不是应该有个概念车的观念，而不是商用车的观念，有量产车的观念？就你不用每个这些都是量产车的，是不是？那概念车就它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东西嘛，哈。因为我们学校比较适合做比较未来一点的东西，那当然也没有兴趣。因为我还记得那件事情是李祖坚教授，他是带我们团队到3义去拜访他们。我记得是2次吧，老师我如果说错，你再更正我。我记得是2次，吃了2次饭了。我为什么记得2次？因为吃了2次饭啊，饭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后来就没有效果。但是真的没有效果，也不是有一天我突然就接到一通电话，就他们里面的特助打电话给我说，问我可不可以把我们当初的投影片就现在马上 email 给他们啊。我说为什么那么急啊？我还找老半天，因为已经过了很久了啊，因为他们的总经理现在正在跟经济部长报告这个自驾车的技术。所以他需要我的投影片赶快让他们应个急一下，所以我觉得可能有需要，但是可能对厂商来讲那时候没有利润没有兴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完以后就碰到一个状况啊，科技部还不错，教育部的4年弄完有经费完，科技部又提供我们4年的经费，所以我们大概做了8年的结果，但是还是跟 Google 没有 overlap， 所以后来就结束了。结束以后我觉得我们做出一些东西的，就是要也有一部车子啦，这当时的技术跟不是像 AI 这么，那如果不来。再延伸下去的话有点可惜，所以我说外面车子做完就要做里面的车子。但我这边你看我就做轮椅，我就会做智慧轮椅，怎么样把也是类似这个 SLAM 啊，怎么这些 AI 的一些技术可能用到那个人？因为我们做这个轮椅的话，实际上某种程度叫做智慧机器人，但传统上机器人上不会做人，所以它没有人的感受在里头。各位看到的智慧机器人都是一个机体在里面，或者一只手臂。那我们会做这个，是因为我们当初做那个驾驶车上是有人在上面。我们的团队开发的内部自动驾驶车还包括一个特色叫 ISO 的2631。ISO 2631是一个人的舒适度的问题，就传统上所有车子要出厂之后都要经过那个测试，要2631的车子，它不希望说这部车子开始过，因为人有质量，车子跑的时候会有加速度，所以会有个力会在我们人的身上。这所有的车规要求你，就是你不能够长期驾驶的时候会影响人的身体，这叫2631的规范。但是变成自动驾驶的时候，他就没有 sense， 他觉得没有人有啊，我们那时候怎么做 level 5不可能嘛，那时候做 level 2就已经偷笑了，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人在上面，就算没驾驶座上面人，副驾可能也有人，所以它2631的需求还是有，所以我内部自驾车的有特色有这一块，所以我们也把那些研究其实就延伸到后来变成做轮椅的这一块，那 AGV 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室内的一个应用了啊。好，那因为时间啊，那这是那个。华创的车子了哈，但他们团队也有去做一些深度学习自动驾驶的控制哈。那这 sensor 的摆上来，这自己去组，就是华创给了一个好。那我们后面就会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啊。那这个是两只手臂的这只机器人啊。那这个亮点在于说，高立仁教授啊，他做了一个非常低，因为雷达很贵嘛哈，所以他做了一个低价的一个雷达，但是低价。就会应用上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它是专门适合在低速上面的应用。也就是说，像刚刚讲那个 AGV 啊，在室内跑，它速度快不到哪里去。就我这个 LiDAR 不见得是给自动驾驶车要用，因为它
它的成本很低的话，它没办法马上给外面用。但是它对嘛，在这种室内啦、机器人啦，或是 AGV 上是可以拿来用的，但那成本算的蛮低的啊。他们现在目前考虑要把它变得晶片化啊，他们自己做了一个 low cost 的一个LiDAR。那这边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用的啦，就是那个下雨天的时候会把雨给拿掉哈。这个我们也想到很多其他的应用出来。水底里面可能讲有点夸张，因为水底的可能这个颜色会大，但是这个在自动驾驶上应用是会蛮多的。你把雨水拿掉的话，其实会增加你很好的一个辨识力啊。但技术只有这以外，还有别的蛮多好的应用啊。好像我一直不太会懂，连这个也不想玩了哈。好，那个好像是1分钟了。那彭教授这边的话，他有找Professor Cruz 来我这边哈，来他们学校的这边哈，来做一些演讲跟做一些交流，这是在中山的哈。那他也是带团队去参加比赛哈，这个比赛什么我比较不知道啊。那这个是智慧制造的一个特殊的比赛哈，这他们实验室蛮厉害。那因为那个彭教授当初在我这边做 postdoc 的我也是一起开发那个自驾车了哈，所以他对这个自驾车还是钟情的，所以他自己就把那个摄影机跟雷达2个 fusion 在一样，也是跟我当年挂的位置一样，也是挂在这个地方啊。但是现在有 AI 技术，跟我当年做到好很多了啊。这个是他在做这虚拟实境的另外一个应用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学习上面的东西，我比较快一点。那这是最后一页，那为什么又跑出我出来了？第一个就是说，因为那个这是上一次在台南的那一次哈，那我刻意放在这边是这样的，就我们当初是希望能够具体的做法跟内容，所以我们当初是有一些具体，那我现在是 step by step， 希望把当初的一些具体做法把它弄出来。那刚好有这张照片表示我当初有 promise 这一块啊，所以那个好像是我啦，对了。